嘿，朋友们，就在刚才，我在小区里碰见我那邻居，他正坐在长椅上发呆，那神情怎么说呢？就像是被秋霜打过的叶子，蔫蔫的，一点精神头都没有。我过去跟他聊了会儿，他突然冒出来一句，说这房贷他真不想还了，想直接断供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问他是不是遇上什么大坎了，毕竟他家条件看着还行，不像那种山穷水尽的样子。他摇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，不是还不还得起的问题，是看着这房子，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了，感觉自己当初倾尽所有买下的不是一个家，而是一个不断吞噬自己未来的无底洞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他也就是那么一说，毕竟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那几十上百万的首付和已经还掉的月供，都是一家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血汗钱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谁又舍得就这么打了水漂呢？可这事儿也让我琢磨了很久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，哪怕只是在心里头，都开始盘算着断供这条路了呢？这背后其实藏着一种巨大的恐慌和信心的崩塌。我邻居他有个朋友，那才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。前阵子突然被公司裁员，一下子就断了收入来源，家里的积蓄像漏了底儿的沙漏，眼看着就要见底了。他想过卖房子，可找中介一估价，心都凉了半截。现在的市场，房价跌得比翻书还快，就算把房子卖了，拿到的钱还不够还银行剩下的贷款。这种情况就是咱们常说的负资产，一个听着就让人窒息的词儿。你想想，你不仅白白丢了房子，到头来还欠着银行一屁股债，这简直就是个死循环。所以思来想去，他最后只能选择断供。这就像壁虎在遇到危险时会果断地断掉自己的尾巴一样，虽然剧痛，但至少能保住性命，能让自己从这个泥潭里先挣脱出来，先活下去。房子没了可以再租，但人的生活不能停摆啊。这种事儿现在真的不是个例。我们小区里以前谁家要是门口被贴了封条，那可是天大的新闻，大家都会议论纷纷。可现在呢，我听说有好几户都悄无声息的变成了法拍房。法拍房说白了就是因为房主还不上贷款，银行通过法律程序把房子收走，然后放到网上去拍卖。每一套法拍房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经济崩溃的故事，都是一段充满心酸和无奈的过往。这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海啸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水面下已经是暗流汹涌，很多家庭的小船说翻就翻了。这一切的根源其实都指向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大环境。你有没有感觉这2年整个社会的节奏都变慢了？以前热火朝天的工厂，现在可能已经变得静悄悄，曾经灯火通明的写字楼，如今也开始提前熄灯。这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，用大白话讲，就是市面上的钱变少了，或者说钱更值钱了，大家都不敢花钱，更倾向于把钱攥在手里。这听起来好像是好事，但对整个经济来说却是致命的，因为没人消费，企业就没有利润，没有利润就只能降薪、裁员，甚至倒闭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一环扣一环，最终压力就传导到了我们每个普通人身上。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能保住工作的人也可能面临着收入缩水，每个人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，像是在走钢丝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所以说，在今天这个环境下，咱们对幸福的定义可能都要改写了。以前觉得有车有房，年入100万才是成功，可现在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能按时收到工资，能把房贷稳稳当当的还上，能保证家人有饭吃有衣穿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天大的福气了，甚至可以说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了。这听起来有点心酸，但这就是现实。我们不再追求那些遥不可及的诗和远方，而是拼尽全力守住眼前的这份安稳。当然，
对于那些已经选择或者被迫走上断供这条路的朋友，我心里除了同情，更多的是一种祝福。人生就像心电图，有起有落才是常态，一时的跌倒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了站起来的勇气。房子只是个钢筋水泥的壳子，只要人还在，只要心里那团希望的火苗没有熄灭，一切就都还有从头再来的可能。生活或许给了我们一记重拳，但只要我们不趴下，就有机会挥出反击的拳头。希望他们能咬紧牙关，挺过这段最艰难的岁月。相信风雨过后，总会有彩虹。加油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